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生完孩子就离婚，看完她的成长经历，我懂了。她是农村出身却成为千万巨星的传说，她是跑了7年龙套才迎来一夜爆红的女星，她是陆贞传奇里心思细腻、做事认真的陆贞。她是花千骨中坚强可爱，让无数观众落泪的小骨。她是楚乔传中勇敢坚毅、深明大义的楚乔。她是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中的聪明机敏、大智若愚的盛明兰。她就是2次获得金鹰女神、多次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赵丽颖。纵观她的成名史，堪称是一部小人物的历险记。在她的身上能看到许许多多为梦想努力的人的影子。赵丽颖靠着自己一步步地爬上了曾经无法企及的位置，可她却在2018年突然与情场浪子冯绍峰结婚，并且在今年毫无预兆地宣布离婚。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？赵丽颖出生在河北廊坊市的一个农民家庭，虽说家庭不是很富裕，但好在家庭和睦，生活的也很幸福快乐。她打小就喜欢看电视，每次看到自己熟悉的影视片段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对着电视机表演起来。偶尔她还会拉着弟弟来看自己的表演，并且信誓旦旦地对弟弟说自己以后也能到电视里表演给大家看。一语成谶，没想到她无意中说的一句话，在多年之后竟然成为了现实。2006年，当时因为家庭原因在外打工的赵丽颖听说了雅虎搜星的选秀比赛，怀揣着演员梦的她当即就报了名。当时的赵丽颖虽然没有摆脱身上的土气，但还是凭借着端正漂亮的脸蛋和演技有灵气，获得了冯小刚导演的第1名。本以为就此可以飞黄腾达的她，没有想到自己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没有任何演技的赵丽颖就好像是空降进娱乐圈的一样，没有人看得起这样一位出身不高、没有背景、说话有口音的姑娘。但从小就性格坚毅的赵丽颖，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，她不停地学习着别人的演技技巧，还苦练普通话，几乎1年的时间她都没有回家。没有名气的赵丽颖每天都待在影城，期待着能有角色找到自己。事实上，更多的是她自己去跑剧组找角色，找来的也都是一些只露个脸的小角色，或是连脸都不能露的龙套角色。她拿着1天80的龙套工资，吃着剧组送来的盒饭，偶尔抬头看看天，为自己暗暗地加一口气。当时的她每演一个小角色，就要向那些老演员请教，偶尔会有心地善良地告诉她一些演戏上的小窍门，但遇到更多的是别人的白眼。一个跑龙套的，还琢磨演技，真可笑。赵丽颖就在这样10次请教、8次被骂的经历中，逐渐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。苦尽甘来，在2011年开拍新《还珠格格》的时候，赵丽颖终于拿到了一个女配角晴儿。为了深入地研究这个角色，她将琼瑶著作《还珠格格》经历反复查阅，并且详细观看了王艳饰演的晴儿。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后，赵丽颖将晴儿这个角色饰演得入木3分，活泼灵动，也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波粉丝。这部剧后，凭借着精湛的演技，赵丽颖获得了《宫锁沉香》中百合的角色。前期善良的百合在后期突然逆转成为大反派，并且各种阻拦男女主奔向幸福，导致这部剧一经播出，观看过的人都恨她恨得牙根痒痒，甚至对这个配角的关注度远远高过了主角周冬雨。终于，在第2年后，赵丽颖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1次女主角陆贞传奇。主角陆贞从一个官家小姐到遭遇横祸，虎落平阳，再到后来一步步的升官，最终成为了北齐朝的高级女官。任谁也没料到，后来的赵丽颖就像陆贞一样，步步高升，成为了85后的4小花旦之一。在饰演陆贞传奇之前，性格坚强、长相出众的赵丽颖和英俊帅气的陈晓就已经互生好感。在拍摄《宫锁沉香》时，2人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后来拍摄《陆贞传奇》的过程中，2人随着认识的深入，都深深地喜欢上了对方。
性格直爽的陈晓和赵丽颖在恋爱后直接公之于众，坦坦荡荡地谈起了恋爱，这让娱乐媒体沸腾了好一阵。清纯的小白花和英俊的少年郎吸引了一大波的 CP 粉，不少人都在微博上祝福起了他们。他们二人也非常响应粉丝的要求，无论是出行拉手，还是一起上综艺，都甜蜜恩爱。或许是因为两人性格太过相似，这段被世人看好的感情并没有走到最后。赵丽颖因陆贞传奇崭露头角，随即凭借着《杉杉来了》里的薛杉杉天真可爱、充满能量的性格圈粉无数，在娱乐圈中也有了一席之地。直到2015年火遍全网的《花千骨》，彻底让赵丽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女明星。同年，她饰演的《老九门》《青云志》《我们的10年》等影视作品，让她在观众彻底的记住了她。她也成为了观众心目中演技女神，顺利的杀进了85后的4小花旦，与杨幂、刘诗诗、刘亦菲同列。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所突破的赵丽颖，并没有太多的恋爱经历，她保持着1年拍2部戏的想法，始终如一的接戏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赵丽颖竟然2018年突然宣布和冯绍峰结婚，这让不少影迷和粉丝们大跌眼镜，跑到她的微博上各种留言，他们无法相信曾经的拼命三娘怎么选择奉子成婚了呢？他们二人的缘分，这还要从《西游记》女儿国说起。拍摄女儿国时，饰演女儿国国王的赵丽颖和饰演唐僧的冯绍峰因戏生情，在拍戏的过程中双双坠入爱河，用公费谈起了恋爱。但是两人的恋爱一直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出现，其多次被媒体拍到一起吃饭、一起逛街，但两人始终没有承认恋情。不被粉丝看好的爱情在2019年出现了一场波折。彼时，赵丽颖刚刚生完孩子后，媒体传出冯绍峰和一位替身演员产生了情感纠葛。这位演员曾是刘亦菲2代妖精中的替身，长相秀丽，肤白貌美，很是吸引人眼球。一时间，冯绍峰和这位替身曾意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不少吃瓜群众还挖出了两人的聊天记录，暧昧至极。虽说不知道实情如何，但从冯绍峰妻子赵丽颖的做法就可见一斑了。赵丽颖在冯绍峰曾一发顺风事件曝光时正处于哺乳期，微博也一直是停更的状态。按照寻常的惯例，如果丈夫没有做过，或者是积极承认问题，寻求妻子原谅，妻子都会发文支持丈夫，并且怒对泼脏水的八卦记者。然而她并没有这么做。赵丽颖的这种做法也正符合她在婚前采访时说过的话：如果有天我的男朋友或者丈夫出轨，我会立刻分手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喜欢一个人和相信一个人是两回事。这句话似乎也印证了之后两人会离婚的事实。冯绍峰自从进入演艺圈后，绯闻女友没有间断，他真正承认的女朋友就有杨幂、倪妮、林允等人。凭借着自己英俊帅气的相貌和温和的性格，他和不少合作过女演员产生过感情。每参演一部剧，两人的 CP 感就会被影迷强行的绑在一起，绯闻通告满天飞。爱情观、婚姻观的不同就导致了这两个人注定走不到最后。赵丽颖一直以来都秉持着谈恋爱就要一心一意，心无旁贷，而冯绍峰对于爱情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观念，所以在赵丽颖正辛苦照顾孩子的时候，才会闹出这样的丑闻。冯绍峰家境优越，虽然进入娱乐圈后都是一个人在闯荡，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给他养成了一种难过的时候向外界发泄，遇到困难向他人群求帮助的性格。但他的这种观念和赵丽颖长久以来只靠自己的习惯产生了冲突，所以在参加综艺时，冯绍峰才会暗暗表示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赵丽颖都不会来安慰他。被称作娱乐圈拼命三娘的赵丽颖很明显有着自己的苦衷，一路坎坷的走到顶峰，她比谁都明白靠自己比靠别人要有用，所以她一部接一部的拍戏，成名的几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，有时候甚至1年只能休息几天，她也用这几天来睡觉，补充精力。从她这些年的拍戏数量就能看到，对于拍戏中遇到糟心的事，
他更多的会选择不与他人说，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舔舐伤口。遇到困难，他往往是全力解决，并不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公之于众。所以当他遇上冯绍峰时，就会出现丈夫觉得妻子太过要强，不懂示弱；妻子觉得丈夫优柔寡断，不够坚强。久而久之，夫妻二人就生出了嫌隙。可见，无论是结婚还是恋爱，都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决定，这两件事都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期。如果缺失了这一关键的步骤，婚姻中的二人都会很痛苦。或许赵丽颖学着去体谅丈夫，更加的柔弱一点；冯绍峰在婚姻中诚实一点，多跟妻子沟通，两人的结局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可旁观者眼中的圆满，或许并不是戏中人愿意承受的，观众和粉丝的想法也并不是他所能接受的。对于赵丽颖而言，选择离开家庭，一个人独美，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。